新手开车上路，要想做到像老司机一样来去自如，除了要有良好的心态和过人的胆识以外，还需要掌握一些开车上路的驾驶技巧才可以。所谓打铁需要自身硬，想要通过复杂的路况而不剐蹭的，我们需要在车内找到属于我们车辆的3个安全点位。只要找好下面暴弟分享的这3个点位，咱们新手上路也能做到人车合一，避免剐蹭。首先第一个点位就是要找到我们自己车辆的中心点，不是说我们这辆车的仪表台的中间，而是说当我们在车内看到这一个点位时，就能知道我们车辆在路上行驶的位置。简单来说就是把咱们的车一分为2的中间点。我们首先保持好正常的一个坐姿，也就是你平时开车的坐姿，往前看，看咱们方向盘中间中间点的位置，也就是说12点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咱们车辆的中间点了。前面有一根黄色的长实线，咱们可以试着往那边靠一下是把方向盘中间的这个点位和前方那个黄线对齐以后，咱们看看是什么状态。好，大家看一下，前方此时这条黄线和咱们方向盘的中间点已经对齐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看看这条线是不是在我们的车辆中间。好，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条线刚好就在我们车辆的正中间，对不对？这就证明咱们方向盘的中心点延伸出去的点位，它就是咱们车子的正中央。我们现在上车把这个点位做一下标记。好，朋友们，做标记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接线的胶带标记一下。第一，它比较明显；第二，也容易去掉，不会说在咱们的车上留下胶水的痕迹。我们就拿着这个胶带，在这个重合的点位粘一下。好，这样这个点位咱们找到以后它就是咱们车辆的中心点了。那这个点位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需要经过的一些路段，它有一些低矮的障碍物时，我们无法绕开，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点位对准前方的障碍物，咱们就可以轻松的穿过去。接下来暴弟找个障碍物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了，老铁们，咱们现在往前看，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凸起的井盖，对不对？我们掌握车辆的中心点以后，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点位对准前方的井盖障碍物，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安全的通过这个障碍物。好，对准以后直着往前开，不要动方向。好，那么马上快要接近了，我们下车去看一下前方的井盖是否在我们车辆的正中间。好，老铁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刚好就在我们车辆的正中间呢？我们通过也不会说剐蹭到我们的轮胎。好，现在我们上车过去看一下。好，我们回到车上以后继续往前开。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安全的通过了？这说明我们利用好中间这个点位，就可以安全的避开障碍物。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外的视角。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车辆的中心点，也就是说我们方向盘的中间点对准前方的障碍物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这里说一下这个车辆的中间点并不是固定的，也许你的车辆比较宽或者说比较窄，这个点位会向左或者说向右移。咱们可以先倒一下咱们可以倒着找一下。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也看到了，可以轻松的通过，对不对？但是暴弟这里说一下，这个车辆的中间点并不是说固定的，也就是说咱们车辆的中间并不是说每一辆车也都是这个点位，也许你的车辆比较宽或者说比较窄它的点位会左移或者说右移。咱们可以像暴弟一样咱们首先第一步把车辆停在一条这样比较长的实线上，咱们停好以后这样倒着去找，停好以后上车去找一下，看看这个黄色的线在咱们车上哪个点位，咱们就做好标记点，这样更精准，这样是属于你车辆的中间的专属点位。那么接下来再说说第二个点位，就是我们车辆左侧的安全点位。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了，适合所有车辆，也包括不同的身高和体重都适用，包括所有的车辆都适用。我们首先把车子停在一条这样的边线旁边，左侧留个30公分的距离。这个距离咱们可以用来判断左侧的障碍物，或者说左侧车辆会车。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前后距离一定要保持一致，你不要说前面宽了后面窄了，也不要说前面窄了后面宽了，这样会不精准，对不对？好，停好以后，我们就可以上车去寻找点位了。这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左侧这条黄线与我们车上哪个点位重合呢？是不是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里一样向这里做一个标记点。同样的道理，咱们这次做的这个标记点就是咱们车辆上左侧30公分的安全距离，我们就把这里做个标记点。同样的道理，咱们这次做的这个标记点就是咱们车辆左侧距离障碍物30公分的安全距离。那以后我们在开车上路就知道左侧车轮的位置在哪儿了。当我们遇到左侧有障碍物或者说行人的时候，只要旁边障碍物或者说行人在这个点位以外，或者说和前方的障碍物重合时，此时咱们距离前方障碍物至少还有30公分。包括咱们经过一些窄路或者说复杂路况时也可以用到，对不对？就算你是会车，它是不是一样可以用到呢？只要旁边车辆在这个点位以外时，都可以安全的通过。那么左侧的安全点位掌握以后，接下来就是右侧的安全点位了。方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右侧我们也是同样把车停在距离这条边线30厘米左右的地方，一样是停好车以后停平行，我们可以上车找一下这条线与我们车上哪个点位重合。好，大家来看一下。现在与我们车辆上右侧重合的点位是不是一样？是我手指比划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用个胶带把它做个标记点啊。好，朋友们，这个标记点我做好了，它就是我们右侧车轮距离右边那条黄线30厘米左右的位置，对不对？当我们知道这个点位以后，就能轻松的避开右侧的行人、车辆或者说其他障碍物了。开车行驶在路上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剐蹭。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车辆左右以及中间的点位的位置以后，我们实际上路以后应该如何去使用呢？接下来暴弟来给大家实验一下这两个点位啊，因为中间这个点位刚才我们已经实验过了。我们先来试试左边的距离，就以前方的行人为例，我们往前开的同时，只要发现左侧的行人或者说障碍物或者说车辆在我们左侧安全线以外的位置时，那就是安全的，或者说与前方的障碍物与我们左侧这条边线重合的状态下，那至少也有30公分。大家现在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行人和我们这条线是平行的状态，对不对？那接着咱们往前走一下，看看能不能安全的通过，保持方向盘不要动的状态啊。好，大家可以看到前方的行人和我们这条线我们已经平行，已经过去了，没有撞到旁边的行人，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旁边行人与我们车辆的这个距离是不是还有30公分左右。好，朋友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刚好30公分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行人想象成一辆车，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什么障碍物，咱们可以灵活的去运用这个点位。那么接下来再来试试咱们右侧这个点位这次我们使用一个雪糕筒充当障碍物，当障碍物与我们右侧的这个安全线平行的时候，看看是不是也还有30公分的安全距离。我们往前走试一下大家看一下，目前还是平行的状态，对不对？让左侧这个安全线对着这个障碍物走。好，此时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障碍物。现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朋友们来看一下大概也是30公分的安全距离，对不对？那么刚才我又在左侧加了一个雪糕筒，摆放成一个线关墩的样子，让我们的车子从中间通过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利用刚才做的这两个左右安全点去经过好，前方这个雪糕筒大概我根据我的测量，这个两个雪糕筒摆放的距离是2米左右，我们车身两侧最多空余20多公分的距离。那么现在我们用车辆左右两侧的这个安全点去试着通过一下看看。当我们需要经过这种窄路或者说线关墩时，只要发现两侧的这个障碍物，大家看一下，都处于我们安全线以外的位置时，或者说两侧的安全点位刚好和前方的障碍物重合时，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障碍物和我们前方的两个安全点位都是重合的状态，对不对？那就说明咱们可以安全的通过。我们接下来往前看一下试试看，慢慢的往前开方向盘不要动。这时大家看到我们的车头已经很接近这个线关墩了，右侧已经看不到了，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担心会剐蹭到，其实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安全的通过。好，这时我们看一下左侧的后视镜，左侧没有剐蹭，已经安全通过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右侧怎么样，以及我们车身在这两个线关墩中间的位置。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车身左侧还是非常安全的，对不对？但是也非常近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也刚好差不多20公分的距离，对不对？怎么样，老铁们，这两个点位是不是非常的精准，
咱们车辆正好啊在这两个障碍物的正中间，但是啊已经贴得非常的近了。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安全线处于这两个障碍物以内的位置时，也是安全的。或者说重合障碍物时，我们也一样可以通过。那么爆地分享的这两个点位呢，它并不是说固定的，我们可以通过爆地分享的方法去寻找一下你车上的专属点位。咱们掌握这些点位以后，也可以让你像老司机一样，在复杂的路况上如履平地。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帮爆地点个赞，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